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佛历10月下12，万象小雨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1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 0.04%。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4.85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1 基普，跌幅 0.1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67.36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9.46 点，涨幅 1.34%。开盘 1398.53 点，最高 1475.57 点，最低 1398.53 点。成交量148100股，成交金额1亿6832万7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50基普，交易量734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50基普，交易额1亿2811万2千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90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0万基普，涨幅 0.2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1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41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87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副总理结束访问中国行程，安全抵达万象。9月17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威拉拉坎方上将率领代表团，在圆满结束对中国北京的访问后，安全返回万象。公安部副部长孔萨瓦松帕塞少将、公安部党政领导以及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女士及其随行人员在瓦代国际机场迎接代表团。此次访问为期4天，公安部高级代表团与中国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举行了双边会晤，代表团还参加了湄公河澜沧江流域执法与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并签署了3份重要合作文件，内容涉及执法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和联合巡逻。此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了老中两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2. 国会和省议会代表团到访八瓜村小学捐赠体育器材。9月16日，老挝国会和沙湾拿基省人民议会的代表团，由国会规划、财政与审计委员会副主席维塞西提拉女士带队，到访占蓬县的偏远村庄八瓜村。代表团受到当地师生和村民的热烈欢迎。在捐赠仪式上，县教育与体育办主任介绍了当地小学的教育情况。该小学有59名学生，但只有3间教室。维塞西提拉女士鼓励师生们努力教学和学习，并向学生们捐赠了54个书包、3个足球和2个藤球，总价值500万基普。代表团还检查了教室情况，以评估未来的改善需求。3. 西双版纳红十字会向琅勃拉邦发展学校捐赠180套书包。9月17日，中国西双版纳州副州长兼红十字会会长武金华女士率团访问老挝琅勃拉邦发展学校，并捐赠了180套学生书包。琅勃拉邦省红十字会会长威昂沙瓦卡森苏在致辞中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支持，并表示将继续深化合作。他提到，目前琅勃拉邦市有2所中文学校，省红十字会正在为其中1所学校的青年志愿者提供急救培训，未来也将为发展学校提供类似培训，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健康生活习惯和良好品德，普及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知识。4. 国会副主席考察沙湾1号风力发电项目。9月17日，国会副主席苏俄伦本米中将率领代表团前往沙湾拿吉省的农县和品县，
考察沙湾1号风力发电项目第1期。该项目由沙湾1号风力发电独资有限公司负责，装机容量300兆瓦，计划安装48座风力发电机塔，目前已完成29座。项目方汇报称，自2024年9月获得政府批准以来，项目已完成 85% 的建设进度，预计于2025年底完成并向越南输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风机塔安装、场内道路、变电站和输电线路。苏俄伦本米中将强调了各级政府和项目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项目负责人对代表团的考察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会后，考察团还对风机塔现场和设备储存厂进行了实地考察。5. 西扩达邦县拆除西通路非法广告牌。9月18日，万象公共工程与运输局与西扩达邦县政府合作，开展了市容整治行动。行动由万象公共工程与运输局局长本姚尔特尼拉塞和西扩达邦县县长因彭图马先生带队，拆除了位于洞纳索克北村西通路上的非法广告牌。此举旨在整治城市乱象。此前已对相关企业进行了教育和警告，但仍有经营者违反规定。被拆除的广告牌将被运至万象首都公共工程与运输局保管，牌主可在15天内前往该局办理认领手续。万象公共工程与运输局还将继续与其他城区合作，推进此项整治工作。6. 越南发生货车与摩托车相撞，造成1名老挝人死亡。9月17日上午7点50分左右，在越南广治省劳保市，一辆货车撞上多辆停在路边运送香蕉的摩托车，随后冲入丹龙市场，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劳保市市委书记陈平顺向越南媒体证实了这起事故。他表示，这辆货车从西山县驶往劳保市，当到达丹龙市场区域时，车辆失控，撞上了路边的多辆摩托车，并冲进市场大门。事故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怀孕8个月的孕妇和1名老挝籍男性公民。多家商店在事故中严重受损。事故发生后，当地民众立即展开初步救援，并将伤者送往医院。目前，警方正在对货车司机进行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7. 甘蒙省严厉整治违规停放车辆。9月15日起，甘蒙省塔曲县开始采取措施整治市容。执法大队对违规停放的汽车和摩托车一律采取锁车轮等严厉措施，并拆除了侵占公共空间的遮阳棚和遮阳布，以整顿市区的秩序。8. 占巴塞省东盟租赁公司发生火灾。占巴塞省公安指挥部消防与灭火局报告，9月17日下午6点50分，位于巴塞市友谊商场内的东盟租赁公众有限公司占巴塞省分公司发生火灾。该建筑是一栋3层联排公寓。接获热心民众报案后，巴塞市特遣队立即协同省公安指挥部消防与灭火局赶赴现场，迅速扑灭了火灾。此次火灾的原因和损失情况仍在调查和取证中。如有最新进展，将进一步通报。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